全世界都很惊讶，全红婵跳水技术历经4个月再次实现蜕变，207吸软肋，这下成为了世界杯首秀的成名之作，简直就是牛气哄哄。她与陈芋汐几乎是领先其他选手100-200分的成绩，打下前2名，这也是大家目前津津乐道的话题。看不到柏林世界杯预赛的朋友，看到这条视频别忘了点赞转发哦。全红婵第一个动作是107离杠内翻腾3周半躯体，难度系数1.9。这种初始动作对于中国跳水梦之队来说就是送分题，不管是跳水的姿态还是落水后的水花处理，目前是场上最为完美的动作了。裁判最后也打出了76.5分。接下来是陈芋汐，同样的107 B 动作，她完成的也十分完美，裁判也是同样打出了76.5分。包揽预赛前2名可能性很高。第二个动作是407系单位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2。首先来看全红婵的表现，这一跳稳了，裁判也给出了86.4分，4个9分和1个9.5分。看来外国裁判对中国跳水队还是有很高的认可。接下来再看看陈芋汐的第2跳。很果敢的一跳，不过陈芋汐最后的水花处理也不是很好，打开的稍稍有点晚了。裁判最后只给出了76.5，不过陈芋汐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截至前2跳结束，中国队包揽前2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预赛似乎比想象的轻松。接下来的第3组动作是6243底，地向后翻腾2周，转体1周半，难度系数3.2。第1跳打开的太晚了，最后水花处理的不好，裁判也是打出了76.8分。再来看看陈芋汐的表现，她选择的动作是626C， 这一跳能否追上之前失误的全红婵呢？非常完美的一跳，裁判也给出了85.8高分，目前2人的分差是0.6分。接下来是第4跳207系，毫无疑问这是全红婵的心魔，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3。接下来要注意了，前方高能，找不到任何瑕疵啊！这一跳，动作这次的起跳动作准备的非常充分。来看一下裁判打分。这一跳是6243T，这一跳是9.5分，9.5分，10分，92.4分的高分，这属实惊艳到了所有人。再来看看陈芋汐的第4个动作，同样的207系，看看她的表现如何。是连带效应，陈芋汐的这一跳表现的也非常出众，最终裁判给出了84.15分。现在2人的差距已经拉开，国外选手可得要加把劲了。看到最后一跳谁能笑到最后？全红婵选择的是5253V，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难度系数3.2。这也是中国队非常出众的动作，最后一跳也是十分出色，裁判给出了86.4分，小组第1看来是稳了。最后再来看看陈芋汐同样的动作，她能否在最后一跳反超全红婵？同样也十分出色，不过裁判只给出了81.6分，这样全红婵总分418.5分的选择，打下预赛第1，完美晋级，真的是旗开得胜啊！她能否在决赛上再次让泳迷眼前一亮呢？各位女士们。所以看3位奥运冠军即将上演神仙打架，今天的这场比赛竞争非常的激烈，神仙斗法的效果，漂亮，太棒了！肯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分数。这一幕发生在2021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本场比赛最大看点当属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的寒门小将全红婵与女子双人跳冠军张家齐和陈芋汐的巅峰对决。众所周知，奥运冠军易得，全国冠军难夺。那么3位奥运冠军在这场神仙打架的角逐中，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回到比赛现场一探究竟。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一共跳5轮，最先上场的是东京奥运会双人跳冠军张家齐，他代表的是北京跳水队，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0的动作107D，向前翻腾3周半虚体。
张家齐这一跳动作完成度以及水花处理的都不错，最终获得了81.00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同为东京奥运双人跳冠军的陈芋汐，她代表的是上海队，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107。我们再来看看她的表现如何。陈芋汐这一跳在入水时垂直度和水花处理的稍显瑕疵，最终只获得了76.5分。最后轮到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的韩文小将全红婵上场，本场比赛他代表的是广东队，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0的动作107B。听说他这个动作能让菲律宾跳水队一度陷入沉思，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拭目以待。水花处理得很好。果真如此，他这一跳虽然入水角度稍有偏离，但水花消失处理的相当漂亮，足以让菲律宾跳水队陷入沉思，最后获得了78.00分。首轮过后，张家齐3列防守，全红婵位列第2，陈芋汐紧随其后。紧接着来到第2轮的激烈较量，率先上场的依旧是代表北京队的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407，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张家齐这一跳实在太漂亮了。无论是动作连贯度还是水花处理都堪称完美，最终裁判也是打出了84.8的高分。接下来轮到在第1轮较量中排名第3的陈芋汐上场，他依旧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407。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一轮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差一点点。陈芋汐这一跳依旧没发挥好，在入水的一瞬间，由于身体打开过早，导致水花没有压住，最终只得到了78.4分。最后轮到在第1轮较量中位列第2的全红婵上场，他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407，这个动作也是他的杀手锏，看来他这是要准备反超张家齐，领跑榜首了呀！漂亮，看看会不会有裁判叠满分。好家伙，真不愧是杀手锏动作！全红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完美的水花消失术，直接燃爆了全场，得到94.4高分的同时，第1总分172.4分，直接上升至榜首。紧接着进入第3轮激烈的较量，依旧是张家齐率先上场，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3的动作207C，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一轮能否依然稳定发挥。漂亮，好家伙！水花压得比我扔的石子都小，张家齐这一跳直接惊艳了全场，更是获得了94.05的高分。下面轮到在前2轮中发挥失常的陈芋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3的动作626C。那么这一轮他能稳住心态，完美发挥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完成的还不错，陈芋汐虽然没有像前2轮那样发生太大的失误，但这一跳入水角度和水花处理还是稍显瑕疵，最终得到了82.5分。最后轮到领跑榜首的全红婵上场，他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207C，那么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共同拭目以待。不愧是东京奥运会满分冠军，只见他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堪称完美。最终裁判更是打出了94.05的高分，以总分266.45分，继续领跑榜首。张家齐紧随其后，法官陈芋汐则是掉出了奖牌位。紧张激烈的第4轮较量开始后，率先上场的依旧是代表北京队的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6243D，毅力向后翻腾2周，转体1周半。非常可惜。张家齐这一跳发挥的并不理想，裁判只给了86.4分。紧接着轮到位列第4名的陈芋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3的动作207，起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一轮他能顶住压力，后者居上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是一个不错的表现。陈芋汐相较前3轮发挥的还算不错，最终获得了89.1分。最后轮到稳居榜首的全红婵上场，他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6243，毅力向后翻腾2周，转体1周半。那么他依旧能稳健发挥吗？咱们接着往下看。水花处理的很不错啊，但是角度不行。哎呀，难道全红婵和张家齐是被彼此的实力吓到了吗？这一跳同张家齐一样有所失误，同样只获得了86.4分。好在前3轮发挥稳定，总分依旧位列第1，张家齐紧随其后，陈芋汐上升到了第3，重新跻身进了奖牌位。金牌大战一触即发，冠军之位究竟花落谁家呢？我们回到比赛现场，共同见证。率先上场的依旧是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5253，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虚体。他如果想逆转全红婵夺冠，必须跳出不低于90分的高分。哎呀，稍微入水处理的差一点点啊。
从现场解说的语气中，我们不得而知，张家齐还是没能顶住压力，落水的一瞬间稍显失误，最终仅获得76.8分。不过，凭借前4轮积攒的巨大优势，斩获一枚奖牌肯定毫无悬念。具体是什么颜色，要看陈芋汐和全红婵的终极一跳了。位列第3的陈芋汐，最后一跳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5253，那么她能顶住压力，保住这枚铜牌吗？漂亮，陈芋汐最后一跳发挥的还算不错，获得83.2分的同时，也提前锁定了一枚铜牌。如果全红婵最后一跳依旧能够稳定发挥，那这枚金牌就是她的囊中之物了。她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5253B。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拿出平板，共同来记录这一荣耀时刻。漂亮啊，这肯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分数。只见他果断纵身一跃，翩若惊鸿，宛如游龙，像天外飞仙一样直插水里，完美的水花消失术瞬间燃爆了现场，最终以总分440.85分轻松夺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全红婵作为场上年龄最小的选手，依然能稳住心态，鹤立群雄，强大的内心着实令人佩服。同时，这场比赛也告诉了我们，有志不在年高，英雄当初少年。这些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年纪轻轻就肩负起了祖国的至高荣誉。小编不由得也想吟诗一首，祝愿他们日后有伴光芒，红起冉冉少年心，台上轻盈身与世，婵娟与共中华梦，唯独男足不堪服。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请在评论区留言。